2023年11月，一个人带着5万块钱来到杭州，住进了7000块1个月的房子，押3付1，算了算，口袋里的钱只够撑3个月。他把仅剩的几个人叫进同一间屋子，说：“我们没有工资，就这点钱，3个月之内必须跑出正反馈，不然就散。”2年后，这个人全年营收过了1000万。他叫樊公子。今天我来拆解他这套成功系统的底层逻辑，3个核心：运气、天赋、心法。先过一遍他讲的内容。从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，他带了大概12、13期门徒。每一期门徒来了，住的全是5星酒店，吃饭至少人均2000，米其林餐厅，最后还要带去夜场，每次买单没有低于1万5的。3天下来，每一期光吃住就要花掉5万块，加上办公场地和住宿，1年房租又是100多万。他算了一下，带门徒的成本100多万，房租100多万，2项加起来200多万打出去了。他说这个不是为了炫，他是想说，他做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想着自己赚多少，他在意的是这些人有没有真的拿到结果，有没有愿意替他传口碑的人，有没有将来能一起做事的人。门徒这件事很多期其实是亏本的，为什么愿意这样做？这要回到他最开始为什么要做男性情感这个赛道。樊公子把自己年入1000万的原因拆成3块。第一块是运气，他是 B 站第一个全职做两性情感的博主，加上2025年赶上了男性觉醒元年，胖猫事件、山西大同案接连爆发，中国男性集体觉醒，而 B 站恰好是这波情绪最密集的社区。时机、平台、内容3件事撞在了一起。但他说这个运气不是命运的运气。他最开始根本不知道 B 站，只在 YouTube 发视频，是一个极度认可他的粉丝，自己把视频剪辑搬运到 B 站，火了之后把账号直接交给他运营。这个细节很关键，后面我会重点说。第二块是天赋，他在视频里特别强调，很多人以为他的口才、镜头感、表达能力是天赋，他说不是，那些是他做了成千上万场直播练出来的。他真正的天赋只有3样：懂女人、解决问题的直觉、审美品味。然后他给了一个判断天赋的标准：18岁以前不带任何利益目的，自发去做，就能比 99% 的人做得好，那才叫天赋。第3块是心法，他叫他和自己谈恋爱，核心就是脑子僵了立刻停，不快乐的事一件不做，计划只做月度的不做日计划，只关注当下，未来是方向不是枷锁，过去一点都不重要。还有一块他专门讲了懂女人这件事。他说他用高分女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通过女性视角祛魅所谓的成功人士，同时从女性身上学习细腻、浪漫和仪式感。他对优秀男人的定义是保留男性的担当和框架，同时具备女性的细腻和情感链接能力，这样的男人非常稀缺。最后他讲了一套分层内容策略，按收入把受众分成4层，每一层想听的东西完全不同，这个后面也会展开。这是他讲的大框架。现在我说说我的理解，也就是这套东西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。先说运气。樊公子对运气的定义，原话是：运气是对正确事情的盲目坚持。2024年全网最火的是什么？教女生当捞女，教女生怎么搞钱。他周围所有人都跟他说，你做男性情感是死路，男人付费能力差，有钱的男人根本不需要学，没钱的男人学了也没用。他一个都没听，继续做。他讲过一段话，我觉得是整个视频里最真实的部分。他说他帅过也穷过，条件好过也一无所有过。他知道一个从小出身不好的普通中国男人在情感上是什么处境，面对喜欢的女生束手无策，口袋里就这点钱，想给她买最好的东西，但交完房租剩不了多少，只能吃路边摊，女生一个白眼打回来。他说那种每天期待对方早点回消息，期待他能多喜欢自己一点点的内耗状态，他全都经历过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做这件事，也有义务做这件事。他想把那套东西给到这些人，让他们真正变得更好。这是他做男性情感内容的初衷，不是为了割韭菜，不是因为这个赛道赚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所有人都跟他说
男人付费能力差，做男性是死路的时候，他没有动摇，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懂这些男人真实的处境。就这样做了10年，然后2025年，风来了。这里有个东西，很多人会误解，他们会觉得，哦，所以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坚持本身不值钱，关键是你坚持的是什么。那个把他视频搬运到 B 站的粉丝，就是这件事最好的证明。你的内容让一个人发自内心想帮你，这才是运气的来源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你让别人心甘情愿把它推过来的。所以运气不是彩票，运气是你做对了一件事，做了足够长的时间，时代终于转过来正对着你的那一刻。再说天赋，这里我要讲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。有个人来找我，我叫他 Anis Chen， 他跟我说了一大堆，富二代不用做什么也能活得滋润， AI 内容过剩没有竞争优势，算命塔罗才是好赛道，网文很低端但能赚上亿，流量才是王道， AI 创造不了流量。我听完直接告诉他，废话一大堆，说半天没说到点上，我替你总结了，就是你才华不行，没有天赋。他说的每一个方向，塔罗、网文、AI 自动发文，全都是看别人做什么他就想跟着做什么。这种人死得最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没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，就急着问哪个赛道能赚钱，这是本末倒置。樊公子说，天赋是18岁以前不带目的就能做好的东西。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推一步，天赋就是热爱，热爱就是天赋。很多人会说，我也不知道我热爱什么。其实不是不知道，是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想过。热爱的东西有一个特征，你做它的时候不觉得累，不是说不辛苦，是那个辛苦本身是爽的。樊公子为了拍视频，让人假扮老师把学生赶出教室，在大学教室里偷拍，那种处境放在别人身上早就崩了，他反而越干越起劲，因为他干的是自己真正在行的东西。Anis Chen 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不是没有能力，是他一直在用眼睛找方向，而不是用心找方向。他看见别人做塔罗赚钱，他就想学塔罗；他看见网文赚钱，他就想写网文。他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，永远没有自己的根。没有根的人，再猛的风也站不住。我最后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把你的天赋用在带别人一起进步上，你就牛逼了。这句话有一个哲学来源，是阿德勒说的，叫共同体感觉。阿德勒是心理学3巨头之一，他有一个核心观点，人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，而真正的幸福感来自你感受到自己对他人有贡献。注意，不是被别人夸，不是被别人需要，而是你发自内心的感受到，我的存在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。这种感觉是人能体验到的最持久的动力来源。樊公子做男性情感内容为什么能坚持10年不垮？因为他不是在卖课赚钱，他是真的在帮一群他共情的人，贡献感是他持续输出的燃料。Anis Chen 问的所有问题，塔罗行不行，网文能不能搞， AI 有没有竞争力，全都是我能不能赚钱。他从来没问过我能帮谁，我能给谁带来什么，这才是他真正卡住的地方。然后说懂女人这块，樊公子说这是他年入1000万的关键之一。很多人以为他在说情感经历，其实他说的是3件事。第一件，用高分女性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他举了个例子，一个男人偶尔穿一次西装，周围男同事一定说今天好帅，但同样这个男人在高分女生面前问有没有发现什么变化，女生从上到下扫一遍，说你做医美了吗？女人的标准比男人高得多，他一直用这个标准审视自己，这让他在产品细节、形象、内容品质上远超同行。第二件，通过女性视角祛魅权贵。他讲了个故事，有一次他和一个女生在一起，有个男的打来电话，声音急粗急凶，说话极冲，那种感觉你不认识他光听声音都会觉得这是个很厉害的人。结果那个女生接了电话，一边说自己在外面吃东西，一边走进浴室洗澡，把电话就扔在那，哗啦哗啦的水声完全暴露了他撒谎，但他完全无所谓。他问他，你不怕穿帮吗？他说，我管他能不能听出来，这男的有什么好在意的？
然后他把微信翻给他看，那个男的打电话之前发了几十条消息，他全没回。他说，这一刻你就看清楚了，那个在外面说话吉凶，感觉很有框架的男人，背后是这副样子。你以为的权威，在真正高分女性眼里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个东西对他的意义在于，让他建立了极强的自信。你之所以不敢坚定做自己，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手，你很普通。但当你看清楚那些所谓成功的男人背后的真实样子，你就会发现，很多人的内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。第三件，从女性身上学细腻。他说，男人要的是生存，女人要的是幸福。女人极其擅长链接别人，捕捉情绪，经营关系。她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进来了，所以她比普通男人多了一点细腻，多了一点浪漫和仪式感。她对优秀男人的定义是，保留男性的担当、责任、自信这个框架，同时具备女性的细腻和情感链接能力。这样的男人非常稀缺。再说心法，樊公子给这套东西起了个名字，叫和自己谈恋爱。我的理解是，不当打工人，不是说不工作，是你工作的每一刻都是因为你自己想，不是因为表格逼你，不是因为焦虑驱动你，不是为了完成计划表上的任务。他只做月度计划，不细化到每一天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旦你把计划细到每天每小时，你就被计划绑架了。你下午睡醒状态不好，计划上写的是要健身，你身体不想动，但为了不辜负那张表，你逼着自己去做的时候也是应付，完全没有效果，但你还是焦虑，因为感觉自己浪费了时间。这是一种极其内耗的活法。他的方式是，这个月我要完成这几件事，今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只要月底方向没跑偏就行。脑子僵了立刻停，哪怕那件事能赚100万也停。不快乐的事，给再多钱也不干。他还讲了一个时间观，当下最重要，未来其次，过去一点都不重要。当下不爽，未来就是空中楼阁。未来太未知，只能作为方向，不能作为枷锁。过去就更不用说了，谁跟你吹嘘自己以前多牛逼，直接拉黑，不要浪费1秒钟。过去拿过环球小姐又怎样？我只看你现在的样子。这套心法的本质是把自己时间和精力的所有权完全拿回来。你不是在为任何人打工，你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做自己热爱的事，帮你真正想帮的人。最后说分层内容策略，他把受众按收入分了4层，每一层想听的东西完全不同。月薪8000以下的人只需要情绪共鸣和站队，他们分不清干货好坏，只能听懂你是不是和我一边的。内容只要能让他们觉得被理解、被支持就够了。月薪1万到几十万的人最想听的是干货和方法论，他们开始相信只要方法对，执行到位就能拿结果。你给我一个方法，我立刻去做，这是这个阶段的典型心态。年薪50万到100万的人不想听干货了，想听认知、圈层、格局。他们发现单一技能有结构性上限，技巧再好也突破不了职业天花板。开始意识到决定收入的不是技能，是你在哪个圈子，认识什么样的人，处在什么样的信息环境里。资产1000万以上的人什么认知课都不看，什么方法论都不听，他们只看一件事，你说的这些话是只有真正干过这件事的人才能说出来的吗？你有没有大环境里听不到的行业机密和信息增量？这个级别的人骗不了你，只能用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结果来打动他。他说他把这些都分析清楚了，但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对待受众，他只想讲一套所有人都能受益的东西，不按层级筛选，不按付费能力分类。总结一下，樊公子这套系统3个词：运气、天赋、心法。运气是你对正确事情死磕到底，死磕到时代转过来正对着你的那一天。这中间没有捷径，有的只是你有没有选对那件值得死磕的事，以及你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在帮人，而不是在投机。天赋是热爱，热爱就是天赋。有了热爱，吃苦都是爽的，干什么都有根。没有热爱，再努力也只是在消耗自己。找到你热爱的东西，然后把它用来帮别人，这就是阿德勒说的共同体感觉，这才是持续的动力来源。心法是不当打工人，自由的活，把时间的所有权拿回来，
只做当下爽的事，只关注当下能掌控的东西，按月规划，按心情执行，保持状态，保持热爱。方向对了，根扎下去了，风来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起来了。